想在荷兰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想在这里找到一个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的对象，这好像比登天还难呢。有位数学家 Peter Backus， 他又想找对象，又不想放弃数学，就在2010年计算过，银河系拥有智慧生物的外星文明数量都比可以跟他交往的女友还要多耶。你可想而知，想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难度有多高了。嘿，大家好，我是小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你会放弃真爱选择面包吗？还是你认为单身者想在这里找到另一半的难度太高了，还是算了吧？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答案。世界上有 8.1 亿人口，而荷兰占有 0.22%。诚然，我觉得在这里会有很多机会认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但想找到互相喜欢的，我觉得还是有难度。很多你在这里认识的朋友都可以忽略掉，因为大部分的都只是你路上的风景而已，他们就只是你人生中的过客，陪你走一段。我们在网络上和新闻上就很常看到那些晒恩爱的幸福感满满的情侣，或是阿嬷遇上小鲜肉，阿公找到小他40岁的女友，但为什么这些就没有被你遇上呢？我们来运用 Peter Backus Drag Equation 的计算法来简单的计算一下。 N 是荷兰总人口数 1759672，FP 是男女生的比例，男生可以乘上 0.497， 女生可以乘上 0.503， 那如果都可以就乘1吧。FL 就是对方住的城市比例，比如说你现在住在阿姆斯特丹，希望对方住的离你近一些，毕竟远距离恋爱可能很难成功，那阿姆斯特丹就是你的首选了。FA 就是年纪，在这里我选择了大概在20到29岁之间。FU 就是对方的教育程度，那我们放普遍大学研究所好了。FB 就是你平常吸引异性的频率，比如说你今天走在街上，10个人里大概有几个人会跟你搭讪，如果你很挑就乘上 0.1， 如果你不太挑那就乘上 0.2 吧。我这样乘一乘下来，符合条件的男生大概有1660亿人，而符合条件的女生大概有1680亿人。这些条件还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我们还要考虑对方会不会喜欢我们，对方愿不愿意和亚洲人交往，还是只希望和西方人交往，还有其他因素，像是家庭因素等等。当我再乘上后面这些因素，一算下来人数就会变得更少了。所以从这个公式你可以看到的是，当你列出的条件越多，后面就会乘上让人数变少的数字。就比如说在荷兰，明明就是老外比较多，你就硬要找一个亚洲脸孔的男朋友或女朋友，那你的几率就瞬间变成10万分之一了。你别以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哦，我这里就有一个真人版。这女孩就是在荷兰土生土长的荷兰香港人，严格来说是她父母早年从香港移民到荷兰，然后就有了她就在这里出生长大。明明就是一个带着亚洲脸孔老外性格的女孩，但就是非常坚持她的对象必须是华人。我甚至有时还会调侃她说，你的生活是太无聊缺乏挑战了吗？怎么总是那么喜欢折腾自己啊？如果你不在乎这些的话，你的几率至少可以维持在5000分之一。算出自己找到真爱率只有 28.5万分之一的 Peter Backus， 最后也在2013年结婚了。所以在荷兰找到理想对象并且踏入婚姻是完完全全有可能发生的。当然啦，这个数学公式并不能100%预测你能否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对象，不过它隐隐约约告诉了你的择偶条件是否太高了。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算一下，我觉得爱情没有那么的难，但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在择偶的时候，我们确实还是需要预设一些条件，每个人的择偶条件都不一样，但是
不管男生女生，大家都是外貌协会，长得漂亮的就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优势。可是这并不是绝对的优势，你别感到惊讶哦，有很多漂亮的女生反而没有人追求。我也不是说外表完全不重要，香奈儿女士就曾经说过，打扮不得体，人们会记得那件衣服；穿着无可挑剔，人们会记得身穿那件衣服的女人。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好好经营自己，无需太过艳丽和夸张的打扮，只需做到让自己感觉平易近人就好了。总之，不管男生女生，在荷兰只要真诚做自己，就会吸引到对的人。不管你是以哪种方式去找对象或是交朋友，是在宴会上、朋友聚会中，或是通过家人朋友的介绍，又或是透过社交软件 dating agency 等等，在这些探索、尝试、选择的过程中，说不定你就会重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就像原来这种性格的人并不适合我，原来我讨厌文化冲突，原来我不喜欢这样的价值观，或是原来我对老外完全没有兴趣，又或者是原来我最喜欢的就是金发蓝眼的帅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原来。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些发现都可以让你之后更有办法确认自己的选择，也可以减低自我精神内耗。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在寻找爱的路上，先好好爱自己。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跟荷兰人交往的过程，你可以参考这支影片。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